现如今，不少人一遇到烦心事，就脱口而出一句：我的血压都要高了。该说不说，高血压确实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难题。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全球30岁至79岁的成年人中，将近1/3，约13亿人患有高血压。而更可怕的是，其中近一半的人，大约46%，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是高血压患者。更令人担忧的是，高血压正变得越来越年轻化。以我们国家为例，调查显示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里，高血压患病率已经超过1成，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持续上升。导致年轻一代高血压增多的原因，离不开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高盐高油的饮食，爱吃外卖快餐，不爱运动，工作压力大，熬夜等因素，正让越来越多年的亲人的血管过早承受重负。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长期血压过高会暗中损害全身器官。如果不加以控制，高血压可能带来致命的并发症，比如脑中风、脑溢血或脑梗、冠心病、肾衰竭等。事实上，高血压与脑出血几乎是如影随形，持续的高压会让脑内小动脉硬化、脆弱，还可能滋生微小的动脉瘤。一旦血压突然骤升，就极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因此，一旦确诊高血压，就要积极控制，把血压稳定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大幅降低中风等风险。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离不开2大法宝：药物和生活方式。药物治疗可以有效降低血压数值，把上压、下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但药物并非万能。一方面，多数患者可能需要终身服药，每天按时服药，有时还需要多种药物联合，才能将血压控制达标。另一方面，药物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疲乏、头晕，甚至某些降压药还会引起咳嗽或影响肾功能等。有些患者因此对长期服药心存顾虑，不愿一直增加药量，纷纷把目光投向各种食疗偏方。于是，不少人都希望能找到一些不用吃药的天然降压方法。除了减盐、减重、运动之外，饮食中是否有什么秘密武器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吃点水果对身体有益，可是在高血压患者中，有的人喜欢吃水果，有的人不喜欢吃，还有的是想吃又不敢吃，甚至担心水果太甜、含糖高，吃了会不会让血压更高，或者影响吃药的效果。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居民的水果摄入普遍不足。营养调查显示，超过90%的成年人每日水果摄取量未达到最低建议的200克，许多人的日均水果摄入甚至不足50克，可能连半个苹果都不到。长期缺乏水果摄入，正是导致慢性病高发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充足的水果摄入对维持健康极为重要。其实，大部分水果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对心血管健康有不少好处。关键在于选对适合的水果，适量食用。适量食用新鲜水果，一般不会让血糖或血压失控。水果中的天然果糖有膳食纤维陪伴，升糖速度比纯糖慢得多。比起吃蛋糕、喝甜饮料，水果要健康得多。当然，如果已经合并糖尿病，吃水果时也要计算总碳水摄入，选择含糖较低的水果种类，比如各种莓果，并控制好分量。过去民间流传着不少所谓食疗降压的偏方，比如喝芹菜汁、吃大蒜降压等等，但大多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如今，科学家们用严谨的研究为我们找到了答案。最新的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的天敌还真是一种常见的水果，而且每天吃一个，效果可能比吃降压药还更强。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玄乎？这究竟是哪种水果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结果揭晓，并不是什么稀有名贵的药材，也不是传说中的降压仙丹，而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2种水果，苹果和香蕉。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平平无奇的苹果和香蕉。最近的科学研究发现，它们堪称高血压患者的水果黄金组合。一项由我国学者发表在《营养学前沿》期刊的研究，纳入了2480名高血压患者，
进行长达10年的追踪随访，结果令人震惊。经常吃苹果，每周吃苹果3到6次的高血压患者，与每月少于1次几乎不吃苹果的人相比，因高血压导致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将近40%，足足降低约 40% 之多。经常吃香蕉，每周吃香蕉3到6次的患者，与很少吃香蕉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约 24%。苹果加香蕉强强联手，那如果2种水果都经常吃呢？研究发现，如果同时保持每周3到6次吃苹果和香蕉的习惯，全因死亡风险可降低约 43%， 降幅几乎接近腰斩。这个结果令研究人员和医生们都感到惊喜，原来每天1颗苹果加1根香蕉，对于高血压患者的长期健康有如此显著的益处，甚至带来的风险降幅堪比我们临床上一些药物治疗的效果。难怪常言道，每天1苹果，医生远离我。现在看来也不无道理。可惜的是，许多高血压患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依然每天按部就班的吃药，却忽视了饮食调理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研究中发现其他一些常见水果，如梨、菠萝、葡萄等，并没有提供同样程度的保护效果，只有苹果和香蕉脱颖而出，成为降低死亡风险的明星水果。那么，苹果和香蕉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可以对高血压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呢？首先，香蕉被称为钾元素之王，香蕉富含钾元素，而钾对于控制血压有2大关键作用。其一，钾可以拮抗钠食盐中的钠离子的作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钠盐摄入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其二，钾有助于扩张血管，维持血管壁的弹性。充足的钾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等有益物质的生成，让紧绷的血管平滑肌放松下来，血管口径扩大，压力自然下降。因此，经常吃香蕉有助于对抗高盐饮食对血压的不良影响，并保护心脏和肾脏健康。再看苹果，苹果可不是平平无奇，它其实是一位很会抗氧化的高手。苹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多酚抗氧化物质，其中包括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例如黄烷醇等。这些营养成分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简单来说，就是防止血管被生锈或堵塞。血管内皮保持年轻健康，血管就更有弹性，功能正常，血压也就更容易维持在稳定范围。此外，苹果还含有苹果酸、果胶等成分，有助于调节代谢，并提供一定的降脂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和香蕉都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动脉粥样硬化简单来说，就是血管内沉积了油垢，导致血管变狭窄、变硬，这会使血压升高，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增加。所以，多吃富含纤维的水果，有助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这也是苹果、香蕉的一个加分项。更妙的是，2种水果搭配食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香蕉提供的钾与苹果提供的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及纤维等营养，彼此之间可能有1+1大于2的效果。同时摄取苹果和香蕉，等于同时从2个方向护航心血管，一边在排钠降压，一边在抗氧化保护血管。这对黄金拍档看似寻常，其实全身都是宝。顺带一提，除了苹果和香蕉，科学家也发现一些其他食物对控制血压有帮助，比如常见的西红柿、番茄，富含钾且含有强效抗氧化的茄红素，有助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增强血管弹性，从而降低血管阻力，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再如大豆及豆制品富含大豆异黄酮，这种物质可以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 的活性，减少血管收缩讯号。同时，大豆蛋白里的精氨酸是合成一氧化氮的前体物质，能促进血管扩张。也就是说，多吃番茄、豆腐、豆浆等也对稳定血压有一定益处。不过，相比之下，苹果和香蕉取得的降压效果最为突出，毕竟能直接降低将近40%风险的食物并不多见。既然苹果和香蕉这么好，那我们该怎么吃才能真正受益呢？
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并控制好量。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建议每天都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200至350克新鲜水果。这大概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加一根香蕉的重量。也就是说，每天吃一个苹果配一根香蕉，其实就基本达到了每日水果摄入的标准。这个分量对于控制血压来说很合理，与前面研究中提到的每周3到6次的频率相当。当然，强调吃水果并不意味着要无限制的狂吃，水果再好也含有糖分和热量，如果摄入过多，反而可能导致体重增加或血糖波动，这对血压控制是不利的。苹果和香蕉虽然好，但如果天天一口气吃5-6个，肯定是过量了。一般来说，每天200到300克水果，既能获取足够营养，又不会摄入过多糖分，维持这个度很重要。另外需要注意，有肾脏病或正在服用某些特殊降压药的人，对高钾食物要适当控制。香蕉富含钾，正常人吃没有问题，但如果本身肾功能不好，或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 等药物时，就不能过量摄入高钾的食物，例如香蕉、椰汁、红枣等，以免引起高钾血症，导致心律不齐等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高血压病人都不能吃香蕉，而是要看个人体质和用药情况。如果有疑虑，可以咨询医生或药师的意见。此外，尽管苹果和香蕉在这项研究中表现突出，但并不是说其他水果就一无是处。不同水果含有不同的维生素和植物营养素，比如柑橘类富含维生素 C 和类黄酮，莓果富含花青素，奇异果富含维生素 E。均衡多样的吃水果对整体健康最有益。我们可以把苹果和香蕉作为日常降压水果的主力军，同时也搭配适量其他时令水果，摄取多元营养。需要强调的是，要想靠水果控压，最好以新鲜完整的水果取代果汁，因为榨成果汁后，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几乎全部损失，葡萄糖、果糖等糖分却变成一杯高浓度糖水，不仅营养大减，还会让血糖快速升高，影响血压稳定。因此，高血压患者还是乖乖直接咬着苹果吃，剥着香蕉吃，比喝果汁强多了。谈到饮食疗法，其实国际上早有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友好的膳食模式，那就是著名的大食饮食、德苏饮食法。简单说，大食饮食提倡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杂粮，适量摄入低脂乳制品，少吃红肉和高糖食品，同时严格控制盐分摄入。它被列为原发性高血压的一线非药物治疗措施。可见，在控制血压这件事上，饮食调整绝对是一副强力的降压良方。而在众多饮食调整中，每天一个苹果、一根香蕉，无疑是最简单也最实惠的小改变了。不过话说回来，水果再神奇，也不能完全替代降压药。对于已经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要因为听说某种食疗有效就擅自停药。正确的做法是按照医嘱按时服药，同时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管理，比如保持适当运动、规律作息来辅助控制血压。长期坚持下来，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血压更稳定，甚至在医生评估后有机会调整药物剂量。但这一切都应在专业指导下进行。水果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额外助力，但并非万灵丹。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苹果、香蕉这么好，那是不是随便吃其他食物就没问题了？其实不然，高血压患者在饮食上不仅要做加法，加上有益的水果蔬菜，也要注意做减法，减去一些对控压不利甚至危险的食物。特别是正在服用降压药的朋友，有4种食物是医生反复提醒要远离的，否则可能让你的血压控制功亏一篑，甚至引发严重后果。是哪4种呢？我们一一道来。1. 柚子、葡萄柚，这是一种号称维生素 C 之王的柑橘类水果，很多人喜欢吃柚子或喝西柚汁养生。然而，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却要对柚子敬而远之，因为柚子中含有一类特殊的活性物质呋喃香豆素以及某些黄酮类化合物，它们是药物代谢酶的强力抑制剂。打个比方，
我们肝脏和小肠里有种解药酶叫 CYP3A4， 平时负责把吃下去的药物适当分解、清除，就像拆弹小组一样，避免药效过强或蓄积中毒。而柚子中的物质相当于把这个拆弹小组给一网打尽，麻醉住了，导致药物无法正常代谢，结果就是药效被不当地放大数倍。医学界早在1991年就有报道指出，喝西柚汁可以使某些降压药在血液中的浓度增加2到4倍，可能导致严重的低血压反应。亲身经历的案例也有，曾有新闻报道，湖北一位高血压老人某天早上服了2片降压药后，又吃了小半个柚子，结果不到半小时就感觉头晕目眩，心跳加快，甚至在去医院路上晕倒了。究其原因，就是柚子猛烈地增强了药效，使血压骤降。这种情况十分危险，轻则头晕恶心，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脑供血不足，甚至休克。因此，服药前后都应避免食用柚子。一般建议在服降压药前72小时和服药后6小时内都不要吃西柚或喝西柚汁，以免干扰药效。保险起见，高血压病人只要在吃药，就干脆别碰柚子这号称控压水果的东西了。2. 豆腐乳等高盐食物。有些人口味重，喜欢拿一块咸香的豆腐乳、腐乳拌饭下粥，但是豆腐乳在制作过程中加了大量食盐，是名副其实的含盐大户。高盐饮食对血压的危害早已深入人心，摄入过多钠盐会导致血管内水钠滞留，血容量增加，血压随之上升，而且盐吃多了还会让血管壁水肿变厚，腔道变窄，并让血管对升压物质如肾上腺素等更加敏感，这就更加剧了血压的波动。长期大量吃豆腐乳这类高盐食物，不仅会抵消降压药的效果，甚至可能让血压越吃越高，诱发心脏病、中风等严重事件。所以，无论是否服药，高血压患者都应严格控制盐的摄取，像豆腐乳、酱菜、榨菜、薯片、方便面、调料包、火锅、汤底等高盐食物，能不吃就不吃，至少也要浅尝即止。3. 牛奶及乳制品，服药时避免牛奶营养丰富，是很好的食品，但服用降压药时，千万别用牛奶送服药物。这点许多人不知道，甚至以为牛奶送药更养胃。实际上，牛奶中的钙质和蛋白质会干扰某些药物的吸收，在消化道中与药物结合，形成不易吸收的复合物，结果吃下去的药效可能大打折扣，或者因吸收不规律而出现问题。曾有一位高血压患者刘大爷，用牛奶吞服降压药后没多久就出现头晕、心悸等不适，正是因为药物吸收受阻导致血压波动。正确的做法是以温开水送服药物，并与奶制品的摄入时间错开至少1小时。此外，需要提醒的是，某些发酵乳制品如奶酪、优酪乳含有酪胺等生物胺物质，如果恰好与少数特定降压药，比如已不常见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类降压药同服，可能引起危险的血压飙升反应。尽管这类药物现在临床上极少使用，但还是建议服药期间不要随意把药片和牛奶、优格等一起吞白开水，永远是送药的最佳选择。4. 酒精类饮品，特别是红酒，小酌一杯红酒有益心血管。不少中老年朋友都听过这种说法，甚至把喝点红酒当成降压妙招。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任何酒精都不利于血压控制。酒精摄入后会先让血管扩张，血压暂时下降，但随后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心跳加快，血压波动。长期饮酒者往往血压更高，更难控制，尤其是在服用扩张血管类降压药时，很多降压药都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再喝酒相当于火上浇油，可能出现严重低血压，导致眩晕甚至昏厥。另外有研究显示，每天哪怕少量饮酒也会提高高血压风险，所以对于吃降压药的人来说，红酒并不是什么安全的养生酒。无论白酒、红酒还是啤酒，最好都敬而远之。偶尔应酬不得不喝一点的话，务必量力而行，只浅尝1-2口，并密切留意自己的血压和身体反应。总之，戒酒限酒对高血压患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另外，在提醒已经在服药的朋友几点用药常识，切忌擅自加大药量，不要因为想降压快就随意增加降压药剂量，药吃多了，血压可能在短时间内下降过猛，引起严重头晕乏力，甚至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勿频繁更换药物，有些患者血压控制稳定后，觉得长期吃同一种药不好，便自行停药或换药，这其实很危险。更换药物意味着身体需要重新适应新药，极容易导致血压异常波动。是否换药应由医生评估决定，千万不可自作主张，按时服药，勿拖延。降压药往往需要在固定时间服用才能充分发挥效果。很多高血压患者清晨时段血压最高，如果等血压升上来后才想起吃药，治疗效果会大打折扣，除非医生特别嘱咐某些药物晚上服用。所以一定要遵从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千万别遗忘或拖延。总而言之，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掉以轻心或者用错方法。现在科学找出了高血压的天敌之一，居然就是我们餐桌上平凡的水果。从今天起，不妨养成每天一个苹果，一天一根香蕉的好习惯，给自己的血管加一把保护伞，同时远离那些会干扰药效、升高血压的饮食雷区。药物治疗加上健康饮食和良好生活方式，高血压完全可以被稳稳地控制住，再也不用担心血压突然爆表了。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请把这些信息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也许只需要和一颗苹果的距离，就能比降压药更有效地守护你的血压健康。别让这么简单的降压秘诀被埋没了，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吧。